Hello， 兄弟们！前段时间我在逛二手平台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么一张50包邮的 A88X 主板。通常对于这种老的 AMD APU 平台，我是不屑一顾的，毕竟性能太弱了。我仔细看了一眼后，发现这个价格是包含了主板以及一块 FM2 平台顶级的 A10-5800K 处理器，卖家甚至还送了原装散热器，于是乎果断拿下。今天就跟大家一起重温一下这个10多年前的顶级 APU 平台，看看有哪些好玩的地方。内存的话，就用之前的这一对微刚的 DDR3 1600C9。正常点亮进入 BIOS 后，需要注意把硬盘模式从默认的 IDE 改为 AHCI。另外注意内存频率，并且划分2G 作为核显的显存，其他没有太多需要修改。安装好 Win10后，直接去 AMD 官网下载最新驱动。这里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是 15.7.1 或者是 16.2.1， 我这里使用的是 16.2.1。CPU 内容我们可以看到，处理器正常显示 A10-5800K 100瓦的 TDP 32纳米工艺，目前工作在4GHz 的频率。规格方面显示是4核心4线程，但是熟悉老 APU 的朋友都知道，其实是2模块4线程。核显 HD7660D 同样正常工作。这个核显虽然名字听起来像是 HD7000系列，但是架构与同期的 HD6000系列相同，而不是 HD7000系列的 GCN 1.0， 这也是 AMD 的常规操作了。规格方面，384个流处理器比 HD6670还要少一些，频率默认也只有800兆赫兹。CPU 的理论跑分非常难看，多核只有735分，单核更是只有令人发指的216分。这个单核成绩还不如英特尔的775平台。要知道，这已经是2012年了，对面英特尔的3代酷睿都出来了。当然，你可以说 APU 平台主打核显性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当年的老游戏它表现如何。首先是传送门1 1080p 默认高画质，由于这游戏不开启垂直同步会有明显的画面撕裂，因此选择开启，此时可以稳定60帧，体验还是不错的。Fantastic。然后是辐射新维加斯 1080p 默认中高画质，关闭抗锯齿。新手村户外大部分时间可以接近60帧，偶有卡顿。室内场景就没有什么问题，可以比较流畅的玩耍。再接下来是上古卷轴5天际，同样是 1080p 高画质，关闭抗锯齿。在游戏负载最高的沼泽地附近，帧率只有20多帧。切换到中画质后，帧率有所提升，但也仅仅只有30多帧。当然，在独孤城或者雪漫这种地方，勉强能有40帧吧。这个感觉让我回想起了当年用775双核加 GT610 玩这个游戏的时光。如果说前面勉强能玩的话，那更新一点的游戏就难受了。辐射4中 1080p 全最低，游戏只有10几帧了，堪称幻灯片。切换到720p 后，游戏终于有20多帧了，这下可以是电影级体验了。同时期的另一款开放世界大作 GTA 5中，720p 低画质，跑风中居然能有40多帧，只不过这个画面贴图经常加载不过来，我推测还是核显的第3内存的原因。总的来说 APU 这玩意在当年性能表现确实不太行。不过本期视频并未到此结束，当年 AMD 在推 APU 平台的时候，有一个重要卖点，就是可以把 APU 的核显与独显交火，从而提高性能。对，你没听错，不是2张独显交火。AMD 把这种独显或者核显的交火称为 Dual Graphics 混合交火。今天我们就来体验一下。首先，并非任意核显与任意独显都能交火，而是只有 AMD 指定的特定型号才可以。通常是核显与独显架构要求相近，而且规模与性能同样相近才可以。这也好理解，本身 Crossfire 或者 SLI 双卡交火也是要求2卡相同。
就今天我们这颗 A10-5800K 来说，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，当年最佳选择是 HD6670，因此搞了一块蓝宝石的1G第5版本。设置起来也比较简单 ，BIOS 里设置核显输出，并且把核显的显存设置成与独显相同的1G，关机。安装独显之后，注意显示输出依然插在主板上，而不是独显。再次进入系统，打开 AMD 驱动面板。选择显示器，点击更多设置，就可以打开附加设置。左侧游戏一栏可以清楚的看到 AMD Dual Graphics 这一项，点击发现默认已经启用，可以选择勾选下方的状态图标。当这一切都设置完毕后，我们再次来到天际，来到莫萨尔旁边的沼泽地，会发现与之前相同的画质下，游戏确实有提升，能有50多帧了。可惜大部分情况下依然不能稳定60帧，但我们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在 GTI 5中开启混合交火，游戏帧率是稍有提升了，但游戏贴图加载问题依然存在，而辐射4有时候直接无法运行。之前的传送门1和辐射新维加斯倒是可以正常游戏，但是独显似乎并没有工作，游戏帧率也没有提升。总的来说，受制于自身性能以及游戏支持 ，AMD 这项技术想象很美好，现实却很骨感。视频到这里，结论应该很清晰了。不过我还是想看看这颗 U 的超频能力怎样。BIOS 中设置44倍频，同时把北桥频率设置为1000兆赫兹，同时给核心以及北桥加了 0.1 伏电压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 4.4 GHz 核心频率，1000兆赫兹核显频率。CPU-Z 中多核分来到了810分，单核分235分，这个成绩与理论上的10%超频比较接近，聊胜于无吧。核显超频后也有一点点提升，但也仅仅是在天际里多了几帧。最后做个总结，作为 AMD 最低估几年的一款产品 ，A10-5800K 很好的代表了那时候的 AMD。CPU 价格落后被戏称 i3 秒前家 ，GPU 沿用老 ITI 路线。要到下一代 GCN 才见到曙光。另外，当时格罗方德的工艺水平也比较堪忧，同样是32纳米，这个 U 功耗一点也不低，满载100瓦，性能却如此的低。快进到今天，同时代的英特尔平台还可以作为 NAS 使用，但 FM2 平台可能真的一无是处了。作为怀旧平台，性能不够；作为存储或者下载机，功耗又太高。因此，再便宜也不推荐大家购买。说实话，这期视频的折腾过程还是挺折磨的。如果你能耐着性子看到这里，那一定是真爱了，不妨点赞关注一下。下期视频我保证绝对不一样。感谢收看，这里是墨尘，拜拜。